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没有戒严，没有保护台湾，引起立委取不。戒严跟军事作战高度绑定，老兵探亲的就是双方放下军事交火的底线，所以就不需要戒严。这时候，共产党正在赤化整个东亚地区，确实戒严的必要性。我请问，美国当时反对我们的国民政府戒严吗？也没有啊，因为大家是在同一个阵线里面。那请问民进党，你现在也反对红色势力渗透啊？当时他也是要防止红色势力渗透啊，那你在反对什么？你有什么可豪横？战争时期戒严，举世皆然。奇越的问题，他不是南北韩间开战戒严他是因为不爽在野党，所以他去实施戒严，毫无民主素养。所以民进党去支持戒严，还会被大家骂翻。所以拿这个去类比到国民党当时的戒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只要历史普通，你就会知道这些事。那些胡乱拼就把这几段完全乱拼接的人，要么你就是故意的，那要么你就是真的历史差。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戒严的就这些人，连韩国的财经媒体都知道你们在发文挺戒严，你有脸呐！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脱口而出啊，没有戒严，没有保护台湾，引起立委群的不满啊。郑天才的观念是错误的，但他这个背后有一个历史脉络。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有3种，第一种是由下而上，就是推翻，这种民主它是最不稳定的，很多东南美洲的民主化都是这种格式。对，第二种是由上而下，就是我政府自己决定说他们不开放。那台湾其实是最好的版本，就是上下一起。我们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争取要有自由，要开放，然后政府也听进去了这些意见，就逐步的开放，那就有戒严。所以像这种情况是在最和平、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流血的情况之下去把台湾推动民主化的。大家可能就会说啊，那可是有228跟白色恐怖，不是我在讲解严的过程。你看当时民主进步党在圆山饭店举办了第一次成立大会的时候，有伤亡吗？有人被捕吗？没有，因为已经开始解严了嘛。所以你不要只讲说戒严当时是国民党，因为那时候共产党正在赤化整个东亚地区，所以我们是为了挡住共产党的赤化，当时的情况确实它就有戒严的必要性。我请问，美国当时反对我们的国民政府戒严吗？也没有啊，因为包含当时的美援朝韩战，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在防堵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赤化，所以大家是在同一个阵线里面是作战的嘛。那当时共产主义主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俄罗斯，那它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这边。那请问民进党，你现在也反对红色势力渗透啊？当时它也是要防止红色势力渗透啊，那你在反对什么？当然现况是两岸在和平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戒严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但如果今天两岸开战，我要请问赖清德戒不戒严？一样会戒严，只是说在民主的情况之下，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是国会少数，你不能因为被砍预算，不能因为你的官员被弹劾，然后你就以这个理由去戒严，这个才是大家抨击尹锡悦的原因，并不是戒严这个东西它存在是没有必要性的。那尹锡悦的问题是，他不是南北韩间开战戒严他是因为不爽在野党，所以他去实施戒严，那这个是毫无道理、毫无民主的素养，他才会被批评。所以呢，民进党他当时小编去支持戒严这件事情，他会被大家骂翻。所以拿这个去类比到国民党当时的戒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后来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也解严了，从开放探亲慢慢戒严，然后我们也有了政党轮替，到现在这么多次的政党轮替之后，我们就是一个民主巩固的国家，我们是第3波民主化少数成功的国家。台湾现在的情况就是民进党政府用类戒严的方式在管理民众嘛。虽然我很不满民进党这样做，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夸张到像有一些拉美他们变成有很多政变、军阀去伤害民众、民不聊生的这个问题。那台湾反而整个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变成亚洲4小龙，然后也开始了培养这个台积电、10大建设等等的，这个就是建立了台湾经济基础的基石嘛。一直到现在114年了，我们都还在享受当时的这些福利跟红利啊。所以当他们在批判国民党历史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忽略到国民党的历史里面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造就了今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的主要原因呢？所以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就是这个理由啊。有些人他历史没有读熟，或者是很片面，就会发生这天才这样讲，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历史普通，你就会知道这些事。那些胡乱批评，然后就把这几段完全乱拼接的人，要么你就是故意的，那要么你就是真的历史很差。台湾3度戒严，第一次是1947年2月28号228事件。
件，当时的戒严法某地发生非常事变，该地长官得临时宣告戒严，呈请国民政府依法追认。第二次1948年12月10号，国共内战，蒋介石依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第1条，经行政院决议，除台湾、新疆、西康、青海、西藏等5地外，全国戒严。自此以后，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进入戒严时期，直到1992年11月6号宣布解严为止，长达43年。也就是说，金门、马祖进入戒严的时间比台湾本岛还要更早。第3次1949年5月19号，国共谈判破裂，共军渡江南攻。为确保台湾之安定，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告戒严，戒至第1号，同年宣告20号起全省戒严，38年后才宣布解严。所以戒严事实上就是因应战争时期的关系。那为什么到1987年6月取消了戒严呢？因为老兵探亲。大家了解，退伍军人即便他退伍了，转兵为民，他本身还是具有军事意义的。老兵探亲的就是双方放下军事交火的底线，让老兵可以回到家乡去看故人，也就是我们在法理上战争状态没有解除，但在实质上已经停止战争状态。戒严它是跟军事作战高度绑定的，解严就是因为军事作战的高度动员的需求消失了，所以就不需要戒严。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戒严期这么的长？因为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两岸事实上都处于军事交火状态。两岸的军事交火状态是1979年1月1号以后正式解除，因为7月1号以后，美国跟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也就是针对中央政府的承认，从中华民国政府所在的台北移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在的北京。事实上，两岸真正的武力对峙就结束了，因为当美国改变承认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不需要急着对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军事并吞的这个急切性就消失了，它改为改革开放，先发展经济，推动社会文化交流，所以这叫做军事背景。两蒋之所以被诟病，是在于解严令晚了整整8年半，这段期间的戒严令本身带有强烈的威权延伸独裁的色彩，因为牵涉到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合法性。先是1971年2758号决议文，接着1979年中华民国 ROC 美国断交，受到了极大的威望打击，也就是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存续出现了重大危机，所以他必须透过继续对内进行威权式的戒严统治来强化他的统治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断交之后党外的运动风起云涌，最后民进党就是个戒严党、蟾蜍党。回答我啦，再来一次你会不会同意啦？中央要阻断交流，可以不核定嘛？议员发挥你的影响力，请民进党道歉，拿出你真主的魄力来啦！我的市政执行总执行的时间，你干嘛叫我要求是民进党道歉？你干嘛抽我？你别提了，没有问你，不要抢。民进党要戒严吗？民进党要戒严，不要交流了吗？交流要封杀言论自由吗？民进党要戒严吗？对的，民进党党团要不要道歉？到现在还不愿意道歉。民进党党团的事情，我是台北市议员，所以你支持民进党戒严？那是小编推给小编。今天蒋万安真的这个回击非常给力，所以蟾蜍很可怜，不敢说戒严文是错的啦，外媒都告诉你是戒严文啊，你在那边小编就不用道歉。什么讲交流就是统战啊，统战就是要留岛不留人，血洗台湾啊，那你民进党就禁止所有中国人来，禁止所有台湾人过去，结束。所以纠集今天很惨。